好，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 APT 的赛事期间参加了一场豪客快速赛，获得了第1名。这场赛事是在一个晚上9点半才开赛的一个赛事，那它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盲注级别呢是10分钟身盲是非常的快速的一场赛事。报名费其实算是不便宜以快速赛来说呢，一场2万块就是比较高额一点，所以它的名称呢叫做豪客快速赛。那这一次的赛事呢，总共报名人次大约有70人次，然后呢，非常的幸运获得了第1名。第1名的奖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35万5千左右了。然后呢，有非常多有趣的手牌，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场赛事呢，起始筹码量是2万。那我们进入到决赛桌的时候呢，我有8万的筹码。当下的盲注级别呢是4800、9人桌，然后已经进入到了前圈。决赛桌的第1手牌前位的玩家他大约有2万5千，大约是3个大盲选择了 all in。我大概在 low 价位，我已有8万的筹码量，拿到了1对9，非常简单的 all in。这个时候呢，后卫呢，我的这个朋友Natalie， 他是马来西亚的牌手，他也选择 all in， 他大概有6万左右。3位玩家摊牌，前位的玩家是 A9 不同花，我是1对9，后卫的玩家是1对 J， 剩下一个 out。翻牌呢，直接中了9那我们直接的这个淘汰2位玩家，那我们的筹码量来到了大约是17万左右。所以呢，我们第1手牌从9人桌淘汰2位玩家，变成7人桌。然后呢，盲注级别5000、1万，bottom 位的玩家他大约有15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2万。我在大盲位，我拿到了 K10红心。这边的话，我觉得2种策略都可以，可以选择跟注，也可以选择直接 all in。那我当下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赢下来这个比试。在这种决赛桌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策略呢，除了翻牌前的预设策略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筹码量跟我们认为对手的筹码量，他应该做什么事情而有所改变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 K10红心这手牌，当今天对方的筹码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少，尤其是今天桌上有更多短码玩家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今天如果是超过10个大盲，在这种快速赛，其实筹码量都算非常的多，因为在这种快速赛桌上一定会有超过1位玩家筹码量是不到10个大盲。在当下的情况下呢，在我右边的玩家跟我记得有至少2位到3位的玩家是不到5个大盲，也就是说今天他有10个大盲到15个大盲，他选择加注，而我们的筹码量是比他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可以 all in 非常非常多的手牌，然后以这个 ICM 的考量为前提，基本上他都不大能够跟注，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筹码量的优势呢，增加我们翻牌前不管是3次下注或者是全下的这个频率。那我觉得可以用更高的机会给别人压力，然后增加我们累积筹码的一个机会。下一手牌呢是在7人桌盲注5000、1万，那我在 high jack 位，我有21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5 不同花，选择加注2万。那我觉得在 high jack 位拿到这手牌呢，第一个它有阻挡牌，第二个是我筹码量比较多，我觉得翻牌前有很高的几率可以赢下这个底池，所以我觉得加注一些比较宽的范围，尤其是带有 AK 这种高牌的手牌，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这手牌呢 CO 位的一个韩国的大叔呢，选择了跟注，他的筹码量比我多，然后呢翻牌的是 JJ5 彩虹面，单挑底池6万5千。那我们中了一个 A5 的顶对嘛JJ5 的牌面，那我认为他的筹码量比我多，相对来说我应该打得比较保守尤其是没有位置，所以呢我选择了过牌他也选择过牌，转牌是一张不同花的7。那我觉得 JJ5 如果他选择快速的过牌的话，我的认知是他的手牌范围里面基本上不会有比我好的手牌。他如果是手对，我觉得他都会下注，他有3条他也会下注，所以我的认知里面，第一个我会想要先看他翻牌的动作是什么。如果他是过牌的话，基本上我很放心的知道我的手牌很高的几率是最好的。好，这个时候呢，转牌是一张7嘛，然后我下注了1/3底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下注超过2/3没有太大的意义原因是因为他如果今天是一些很弱的范围，基本上下一个1/3可以让他应该弃牌的，他就是继续弃牌。如果他是一些比较尴尬的手牌，他可以考虑要不要抓照。那我觉得相对来讲，下一个小注会让他的决定比较困难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想了一下，他选择了跟注，合牌来了一张 A， 让我合牌中了更好的一个顶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我的下注逻辑是什么？如果我合牌要下注的话，我会希望我下注的踢脚是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他的翻牌前的范围跟翻牌后的持续跟注的范围里面，当然会有 A， 甚至是有比我好的 A。所以如果我今天下注被他跟注，就他踢脚比我好，那没有道理我去下注一个比较弱的 A 嘛。所以我的范围分会是什么？当我今天踢脚越好，我会越
越愿意越高的频率去下注。当我的踢脚越差，比如说是 A8 以下，踢脚越差的手牌呢，越高的频率会去过牌，然后想要去抓炸。所以呢，当下我选择了过牌。这个时候呢，底池大约是10.5万，然后这个韩国大叔选择了下注4.5万。那当然我是非常简单的跟注，然后看到他的牌呢是 K10梅花。那我觉得 K10梅花在翻牌前跟注没有问题，我觉得翻牌的过牌也还 OK。让我觉得转牌的跟注，我会觉得应该是要弃牌啦。然后合牌他想要炸胡，但我觉得合牌基本上他只炸胡的掉，比如说我的2233啊，或者是更弱的手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炸胡的成功几率应该是不够高的，所以呢，我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筹码量来到了30万。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短码的状况，在7人桌，然后盲注是816000，然后我拿 A8 黑桃在前位加注32000，然后对手是一个短码玩家，all in48000，所以呢再加一个大盲啊，我们跟注，对手是 AQ， 所以这手牌呢我就输了。下一手牌也是一个短筹码的状况，然后盲注是816000，我在 high 价位，我有25万的筹码量，拿到了 K10红心加注到32000。大盲位呢是一个短筹码的玩家，他选择了跟注，他在大盲位，他放了一个大盲，他跟了加注之后，后面剩不到2个大盲，所以他这手牌其实筹码量不到5个大盲。然后呢，翻牌是986，底池88000，他就直接领先下注 all in。那当然，我们 K10第一个2张高牌带一个卡顺，再加上还有一些随机的，比如说7的炸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呢，底池88000，他 all in 29000，所以我跟注。他是 K9 同花，然后他中了一个对子，然后我是 K10 同花，然后我没中对子，所以呢输了一个小底池。下一手牌呢，就是一个翻牌前的一个状况啊，是在1万2万的盲注级别 ，CO 位的玩家是一个筹码量非常多的一个外国玩家，他大约有超过40万左右，他选择加注到4万，然后我在小盲位，我有33万5千，大约是16到17个大盲，那我拿到了 A3 梅花，那我觉得同花 A 对上中后卫的加注，尤其是筹码量很多的这种玩家，第一个我觉得同花 A 是非常的适合，绝对不会弃牌啦，我觉得不会考虑弃牌。那我觉得 all in 跟注也可以，3次下注也可以 ，all in 也可以。那我觉得有很多种策略。那我当下觉得16个大盲，我觉得最简单的就直接 all in， 原因是因为它的弃牌率是绝对够高，对上它的整体的范围有阻挡牌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直接 all in 33万5千。那这个时候呢，在我左边的这韩国大叔，他也有40万，他 all in， 然后我就知道，哇，挂了。他呢范围里面呢，我觉得如果依照预设范围来讲，他这么有自信的 all in， 然后应该是比如说 JJ 以上的对子或 AK， 我的感觉是这样啦。然后呢 CO 位的玩家，他当然想了一下之后，他很快就弃牌了。对，两位玩家摊牌，我是 A3 梅花，然后韩国大叔呢是一对 J， 翻牌是无关紧要的翻牌，然后转牌也没有意外，然后合牌 A 让我成功了击中了这个合牌，从这个韩国大叔赢了非常多的筹码量。这时候 CO 位的玩家说他是 AJ 不同花，然后他当然就没办法继续嘛。对，这手牌运气非常好，让我筹码量达到了大约是70几万。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短筹码已经被其他的玩家给清掉，所以我记得是进入到一个4人桌左右。然后韩国的玩家在接下来一手牌，他非常的短筹码，然后也被我清掉，进入到了单挑的环节。那单挑的环节我没有记录太多，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那有一手牌是在这个单挑的第一手还是第二手牌？那我觉得这手牌其实也蛮简单的，什么状况？因为筹码量是接近20几个大盲，然后我拿到了 AJ， 他在 bottom 位他平跟，我在大盲位加注，然后他跟注，然后翻牌是一个 J8， 还有一个小牌，我下注他跟注，转牌 Q 有一张高牌，但是我还是持续下注，然后他又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牌，然后我 all in 他弃牌，所以这一手牌我中了 AJ 中了一个顶对，让我从筹码弱势变成是一个优势。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手牌是他不到10个大盲左右，然后我拿到了 A5 不同花10个大盲有效，当然很明确简单的 all in。他是 A9 不同花，他选择了跟注，翻牌是36Q 之类的，然后转牌2，合牌4。反正就是合牌中了一个卡顺，然后赢下了这一场的赛事。好，我们这场赛事呢，冠军是35万5千左右，然后加上一个有只狗的奖杯。狮子，哦，是狮子，啊，我都看起来像狗。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APT 系列赛的快速豪客赛的手牌讲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我是小 P，大家拜拜。